你有没有发现，身边总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一生最辛苦，疾病缠身最多，衰老来的也最迅速，可运气却始终最差。这些人并非心术不正之辈，相反，他们往往是最无私、最善良的那类，总把别人放在首位。你回想一下，自己是否也是如此？买一件衣服犹豫再三，去超市只挑打折货，家里好东西全留给孩子和伴侣。你像一根蜡烛两头燃烧，为父母尽孝，为子女操心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到头来换来什么呢？别人的理所当然，还是深夜咽不下的委屈。节日里无人记得你的付出，生病时只能自己爬几道水。你不是不够好，而是太好了，好到彻底忘了那个最值得温柔对待的人，那就是你自己。如果你正陷在这种持续付出的苦痛里，感觉福报正像漏斗一样不断流失，那么现在就放下杂事，找一个最舒适稳妥的姿势，安静听完这段分享。这不是空洞鸡汤，而是一场关于能量、磁场和命运转折的深刻对话。一代宗师弘一法师李叔同曾经拥有世间极致繁华，他出身富贵，才华横溢，戏曲、绘画、书法、音乐样样登峰造极。可在39岁那年，他放下一切，毅然出家。许多人以为他从此苦行自虐，但他用一生证明了一个深刻道理：如果生命中没有自己，再多善行也聚不起福报。因为一个不懂爱自己、不懂富养自己的人，磁场必然枯竭。枯竭的灵魂又如何吸引财富与好运？今天就为你揭开弘一法师领悟的那套高级富养心法。真正命好的人都懂得富养自己，听懂之后，你的人生磁场会立刻变得丰盈强大，贵气十足。先拆解一个核心真相：为什么越省命反而越苦？在佛法与能量视角下，每个人都有一个福德蓄水池。很多人认为省吃俭用是美德，能积累福报，这有一定道理。但如果节俭建立在自我苛刻之上，这种美德就变成能量诅咒。你要明白，当你为一件喜欢衣服纠结半天，吃顿好饭都心生愧疚时，其实在向宇宙发送低频信号，那就是我不配。宇宙收到后，就会不断安排不尊重你的人和消耗你的事儿来印证这个信念。心理学称这为不配得感，佛法里叫心穷。心穷是最大业力，长期苛待自己的人，脸上会渐渐浮现受气表情。这张脸推开贵人，吸引小人，因为你的磁场充满匮乏与委屈。高频的好运与财富绝不会流向浊气之地。弘一法师出家后，虽用旧辈数10年，却对每件物品恭敬有加，喝清水如品甘露。这种精神富养，让他即便清贫，也散发出令皇帝敬畏的贵气。接下来是真正命好之人富养自己的3条核心路径，反复体会，让他们深入骨髓。第一种，富养你的身体与气血。身体是你一生最大的佛堂，是承载福报的唯一容器。如果容器破漏锈蚀，再多富贵也接不住。你是否总吃剩菜剩饭？明明腰酸背痛，还硬撑不属于自己的家务，你以为奉献，其实是在自残。佛法因果里，这叫不爱惜物命，而你的身体正是最珍贵的物命。富养身体不是追求名贵补品，而是学会及时止损。从现在开始，别再吃冰冷隔夜剩菜，那里面满是霉运死气。别为省几元钱坐长时间颠簸公交，把时间留给睡眠和休息。当你舍得把最好能量留给身体，气血就会聚集，眼神明亮起来，磁场变得厚实稳重。记住，身体贵了，命才能贵。你站那里周身饱满精神气，财运和贵人自然觉得你接得住好运，从而主动靠近。第二种，富养你的沉默与孤独，这是最高级的能量建设。当下社会，社交成了廉价强迫症。为了合群，参加无谓酒局，听无营养八卦，回复负能量抱怨。你以为积累人脉，其实在精神扶贫。弘一法师晚年独处时，最坚决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安静空间。他少回信件，病重也拒无谓探访。他明白精力有限，散给别人，自己就成空壳。你要学会富养安静时光，每天留出1小时，关掉手机，不看电视，不与人交谈，可以诵经、写字或单纯闭目养神，观察呼吸。这种精神奢侈是改运最快方法。当你不再渴求外界认可，不再为热闹付出精气神，心力会快速回升。内心自成宇宙，不需外物点缀的状态，就是顶级磁场，
在燥热人间修出清净，就是对灵魂最好的富养。第三种富养你的不自证心态，这可能是最难却最值钱的一课。你活得累，往往因为太想证明自己，被误解就急于解释，被轻视就急于表现，被否定就急于自证。这种急切本质是向外界乞讨认可。弘一法师有句箴言，值得铭记，内不欺己，外不欺人。真正强者从不解释，越自私的人命越好，是因为他们把解释能量收回滋养内核。当你不再在意别人看法，不再为廉价误解焦虑，能量场就彻底封口。你要学会做没心没肺之人，别人说你不好，微微一笑，继续前行；别人看不起你，冷眼旁观，不入棋局。这种如如不动的定力，就是对心性最好的富养。内心真正自满时，你像一座大山，风吹不动，雨打不响。这种威严让你在任何场合占据高位，好运也会因你的贵气自动低头。从底层逻辑看，为什么富养自己厚福报反而更厚？佛法有不变定律，叫万物回流。如果你活得像乞丐，不断牺牲讨好节省，宇宙就反馈更多匮乏苦难，因为你定义自己不足，不足因果就会缠绕。而当你尊重自身需求，爱护身体，守护宁静时，你在向宇宙宣告我本具足。宇宙收到高频信号，就会重新分配资源。你会发现自己变贵后，原本欺负你的人变得客气，卡住的项目突然转机。这不是世界变了，而是你变了。富养不是挥霍，而是投资。投资身体赢得长寿，投资沉默赢得智慧，投资定力赢得尊重。许多人会问，富养自己后，亲人孩子怎么办？还能对他们大方吗？这里有一个更深刻真相，一个干枯疲惫、满身怨气的母亲，给不出真正慈悲，只能带给孩子压抑和负罪。一个卑微算计的父亲，给不出格局教养，只能传授内耗。只有你活成一轮太阳，温暖有力，亲人才会被真正照亮。你活好了，就是全家风水。你把自己富养成宝物，给家人的才是恩赐，而非负担。弘一法师圆寂时写下悲心交集，悲是悲悯众生，仍现心穷；心是自己修成如如不动的富足。他用一生告诉我们，人最终都在和自己磁场过日子，所有不舍得本质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如果你连自己这盏灯都不点亮，又怎能要求世界给你光明？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正处低谷，生活太累，被琐事压迫，请反复品味这段分享。这不仅是建议，更是救命良药。你要成为沉默如金、不可撼动的大山，别再追逐跑远的小马，用那些时间在心田种满芳草。来年春天，你长成一片草原，骏马自然成群奔来。富养自己，就是在浮躁人间为灵魂打造金碧辉煌宫殿。如果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收回散漫怜悯，停止廉价节俭，开启自尊富足修行，请在评论区写下我本具足。这4个字将成为你的坐标，提醒自己不再受气，不再心穷，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内耗。让我们一起在喧嚣中为自己修出一片富庶自由神圣的福地。如果你想持续获得改运能量，获取更多生命觉醒智慧，请订阅慧心禅说并开启提醒。你的每一次关注都是对善念的支持，也是对自身灵魂的温暖守护。最后送你这段话作为加持，我们习惯修剪枝叶讨好他人，却忘了肥沃自己根部。记住，所有福报都从根儿上生长。你的气血，你的沉默，你的不自证，就是最昂贵养分。当你学会富养自己，你不再是等待采摘的果实，而是根系深扎大地、无惧风雨的千年大树。弘一法师晚年安详，正是把能量还给大地，还给自信。愿你出走半生归来时，内核如铁，面色如玉，不再为碎银出卖神魂，不再为虚伪人情耗尽精血，为自己活一次，这才是世间最正大的因果。如果你从中感受到力量，请订阅并在评论区写下内心安详。世界虽快，愿你守住节奏，安然入梦。明天又是翻盘新一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